大家好，欢迎你再次来到读书有道，一同探索生活的深度，感悟人生的宽度，分享智慧的高度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，南怀瑾说过，修行不是为了遇见佛，而是为了遇见你自己。修行并非局限于山上或庙里，不能脱离社会，也不能避开现实的挑战。因此，最优秀的修行方式是在日常生活中修行，在修行中生活。生活是修行最好的道场。修行不是仅仅隐居山林，也不仅仅是静坐默念经文。真正的修行应该融入到我们日常行为中，应对生活中的每一个问题。有一位禅师被问及修行是什么时，曾这样回答：饥了就吃饭，困了就休息。有些人或许听了这个回答后会感到疑惑，他们可能会问，谁不知道吃饭和休息呢？然而，禅师的回答却很有启发。总有人在吃饭的时候心不在焉，挑肥拣瘦，而在休息的时候则左思右想。是的，无论是吃饭、休息、扫地、刷碗，只要我们能够全心全意地专注于当下，这就是一种修行。修行不是空谈，无论是处理亲情、友情、金钱还是工作的问题，都是我们修行的机会。问题的所在，就是我们修行的地方。只有不断面对问题，不断努力解决，才能避免茫然和困顿。如果我们身处山清水秀、一切安宁的环境，又从何处获得真正的修行体验呢？离开了现实生活去谈论修行，就如同鱼离开水，飞鸟离开天空一样不切实际。因此，生活本身就是修行最佳的道场。修行是为了更好的生活。修行并非逃避烦恼、回避现实的手段，也不是为了炫耀个人的境界或自我满足。修行的根本目标是解决我们在现实中面临的各种问题，清除内心的障碍，使我们能够享受到更美好的生活。它不是为了远离尘世，不关心世间事物，而是在尘世中积极面对生活的各种挑战，坚定地解决问题，在洞悉生活的真实本质后，依然怀抱对生活的热爱。修行并不要求你离开家人，独来独往，而是教导你如何去培养和表达爱，去关心家人，疼爱朋友，直至你的内心被爱填满，然后将这份爱扩展到所有的生命。它也不是让你躲避日常生活，躲开社会交往，而是让你在修行后拥有更多智慧和慈悲，以从容和无畏的态度面对世界的变迁，主动去援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和事。因此，所谓的修行，实际上是为了创造更美好的生活。它不仅有助于我们自身的成长与幸福，还有助于周围社会的繁荣与和谐。最好的修行是遇见内心安定的自己。曾经有一个小和尚，专心修行入定，但每次他刚入定没多久，就会感到一只巨大的蜘蛛毫不客气地闯入他的思维，即便他怎么挥手驱赶，蜘蛛依然顽固地停留。无奈之下，小和尚只得寻求年长的师父的帮助。老和尚听后微笑着说，下次当那只顽固的大蜘蛛再来捣乱时，你别急着赶它，拿支笔，给它的腹部画个圈，看看它到底是什么来头。小和尚按照老和尚的建议再次入定，果然，大蜘蛛再次现身。他毫不犹豫地拿起笔，轻轻地在蜘蛛的肚子上划出一个圆圈。然而，这一刻令人惊讶的是，刚刚画完的那个圆圈，
大蜘蛛竟然像魔法一般消失不见。没有了大蜘蛛的干扰，小和尚终于能够平静地继续他的修行。待他出定后，他才恍然大悟，原来那只入定中的大蜘蛛并不来自外界，而是源于他自己内心的不安。这个故事教导了我们，许多时候，我们所谓的困扰和问题，实际上都根植于我们内心的不安，而内心的不安会夸大外部干扰，妨碍我们解决问题。唯有当内心平静安宁，周遭的一切才不会轻易撼动。正如南怀瑾所言，修行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寻找佛，而是为了寻找真正的自己。最佳的修行，便是在自己内心遇见平静宁静的自己。结论：修行如同一场内外之旅，它并非逃离，而是回归。在这个旅程中，我们像小和尚一样，不断寻求内心的平静与安宁，解决内心和现实中的蜘蛛。修行是在喧嚣尘世中寻求清静的艺术，是在挑战中寻找答案的探险，是在困境中找到内心力量的冒险。无论我们面对的是哪种问题，它们都是我们内心的反应。只有当我们的内心平和而安宁时，外部干扰才无法轻易干扰我们。修行的精髓在于通过深入自我，我们能够成为更好的自己，同时也成为一个更好的世界的一部分。正如南怀瑾所说，修行的真谛不是为了遇见佛，而是为了遇见真正的自己。最终，最美妙的修行就是在我们的内心深处遇见那个平静而安宁的自己。这个自己不再受外部波动所左右，反而能够从容地影响世界，创造更美好的生活。这就是修行的真正价值，也是我们追求的终极目标。谢谢大家的观看，记得点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。下个影片见。